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《中华大仙》。第一关五行山。这款游戏其实有很多的机种的版本，包括街机版、TCE、FC 等等。非常遗憾的是，声像效果最烂的就是咱们小时候玩的 FC 版。我现在呢开了一个滤镜，还有一个帧数的补丁，这样对画质会有一些提升的效果。比如说现在看到的画面已经比小时候好多了。咱们使用的这个人物看起来像孙悟空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上不是，他是有名字的，叫陈麦克。这个和小时候想的不一样，小时候以为他就是孙悟空，因为你开场也是在五行山嘛。好的，这有一个雷神，它可以爆出一个门，这个门里呢会有副武器，地裂弹是向地面发射的，掩耳堡呢是两个方向，咱们先用四界火。这就是新拿到的副武器的形态，它会放出4个火球，如果有敌人撞到或者撞到障碍物的话，火球会消失一个。在4个都消失之前，你是无法放新的。现在3个、2个、1个你也要忍着，所以这种情况你就把它撞掉，然后放新的。D 的话就是增加人物的攻击力了，你的子弹呢形态会发生变化。速就是增加人物的移动速度，方便你躲子弹。但是大家也知道，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事情越快是越好的，对吧？所以我建议吃2到3个速就行了。而且呢，我这年纪大了，太快也受不了啊，反应跟不上，大家不要多想了。又剩1个了，再撞一下就1滴都不剩了，对吧？好，这有一个粒，这个要吃，然后再进来。那这次呢，我换一个火龙。火龙的话是转一圈然后放上去，这就相当于向前方有一个辅助的输出。但是火龙的形态和街机版是不一样的，街机版的是放出去之后，它移动一段距离又开始转一圈，然后再往前走，再转一圈，在屏幕的停留时间会更长一点。FC 版呢没有做出那种特殊的效果吧。好 ，BOSS 战了。BOSS 战是一只凤凰。这只凤凰为什么要和咱们打架呢？街机版的话，在 BOSS 战的背景上是可以看见鸟蛋的，比如说它在保护自己的蛋。FC 版就看不出来。好的，这样过了第一关，咱们得到了飞仙的称号啊，仙格上升了。第二关黄河。现在的武器离满级还差很远又变成3项了。道具我记得还有一个运和一个命，命是讲命，运是什么我有点忘了，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在公屏上或者评论区告诉我一下。这关可能就会有。火龙也是有一定护身效果的，但是比满状态的4个火球那个要差一点。就是这个会升级商店还是怎样？命的话就是讲命。来麻将了，红中。这个游戏的麻将 FC 版是有3种，红中、白板，还有一个是正面是白板，后面是熊猫。看一下啊，来了。地平弹和地取弹都是向地上扔的，平弹呢是落到地上直接往前走，取弹是跳的弹。分身，来个分身吧。但是分身不大好用吧，它也就是强调一个护身的效果。我还是比较喜欢月光，但现在的月光还不行，乱月光的话是4枚，现在只有2枚。
等吧，等有乱月光了，咱们就不换了。这个游戏的副武器还是比较多的，十几种吧，应该是不到20种。这个敌人是元宝好像，然后还有会飞的僵尸，僵尸也能羽化升仙。这个石头也是可以打碎的，这个游戏几乎所有的敌人都可以打，所有飞行的目标都可以。来白板了，来白板了。可惜凑不齐一副麻将，只有这么3种。好，又一个雷神吧。好，乱月光来了。凤仙花跟大家说一下，它是扔到地上之后，算了，我用吧，给大家演示。它是扔到地上之后呢，能够炸起来。所以说，怎样用这个武器比较高效呢？就是你站得低一点，一直贴着地面，这样呢，它输出的效率会高一点。但实际上，这个武器我不是很喜欢，它就是地面系的武器的终极形态吧。后面呢，咱们就用乱月光了，下一关换吧。BOSS 战了。BOSS 战是一个河童，这个河童其实很好打，对，他就用他的铲子来发射闪电。你有自信的话，可以从这个闪电中间钻过去；没自信的话，就向一个方向躲就完事儿了，然后打他的头，弱点是头。每个 BOSS 都是有弱点部位的。删掉，这个副武器实在是不大好用啊。好，神格又上升了，变成了灵仙。第3关万里长城。游戏一共好像是6关，最后还要上太空。看到长城了。咱们的武器等级现在已经升满了，主武器的话就这样了，不会有力出现了。上面的敌人是拉面，哇，还有这种偃月刀啊！我现在希望赶紧给我个副武器，换一下。来了来了，哎，它是32。他们发射闪电的姿势都不一样。乱月光、凤仙花、灌地弹就是向地上扔的，分身。哎，来月光吧。月光就是发射出4个月牙光波，范围还是挺广的。尤其是当你走位的时候，可以辅助你进行输出。这是我最喜欢用的副武器了。打 BOSS 的时候呢，你各种躲 BOSS 的弹幕的时候，它就可以帮助你进行输出了。前面的商店其实可以不进了。小时候喜欢进呢，是因为每次进商店感觉就是一个休息的效果。因为敌人发射的子弹有的时候很多很密，我累了的话到里面歇一觉。前面这5关应该每一关都是2个副武器的商店，最后一关是3个，所以每一关你可以看成有几个阶段。我虽然是开了60帧进行录制啊，但这个游戏是没有60帧，我感觉30都没有。有时候敌人多了也会有卡顿。进来看一下，
啊，已经不会变了，就这样了。灌地弹用一下吧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好，你看这个子弹会跳啊，非常的邪恶。但是它对你的输出的帮助就不是很大了，它主要就是针对地面的敌人。另外有一点，大家躲子弹的时候注意，就是任何飞行射击游戏，BOSS 战了，你都要对自己的着弹面积有一个概念，就是你人物，我的天，如来啊！哎呀，这个墨镜酷毙了啊！这也太帅了，我说。好，他的子弹也比较好躲啊。回归刚才的话题啊，就是你一定要对自己的着弹面积有一个概念，就是人物贴图虽然这么大，但你被攻击的判定是不会这么大的。不要见到子弹就躲。好，变成天仙了。第4关泰山。玩飞行射击类的游戏的小伙伴，尤其是弹幕游戏的小伙伴，应该很清楚，许多的游戏它的判定其实是非常友好的，就是说你的飞机虽然很大，但是着弹面积只有驾驶舱的一小块，这样就很简单了。那换到这个游戏呢，咱们的筋斗云应该是没有着弹面积的，它只是个贴图而已，这样听起来就简单多了，对吧？因为筋斗云的，你看它的又讲了个秘，你看它的形状后边还带个小尾巴，也不是什么正经云，对吧？还一动一动的。下面那个猪拿着炮，20弟不知道为什么造反。好，咱们进去换，差点撞到我。来吧，回到月光。啊，这样以后再也不换了。前面初级的副武器没给大家演示，就是地平弹啊、地贯弹那种，还有地曲弹。地曲弹和刚才咱们用的向地面发射那个差不多，只不过它的颜色不一样，形状不一样而已。这个大石头都可以打碎。这个游戏攻击范围就是你的生命线，把敌人拦截到屏幕之外才是最好的选择。这已经有龙了，看这个范围真是太重要了，要保护你啊，关键时候救一命啊。幸亏这个游戏是一个单人运动，不是单人游戏。这要是多人的话，场面会更混乱、更刺激，这根本受不了。这个门就不进了，副武器以后呢都不会换了，进去了浪费时间。这看起来不像是20G，像是佩奇。背景的山颜色还不一样，想起葫芦娃呀。BOSS 战了吗？像。第4关 BOSS 开始有难度了，一个金刚拿着一把火之高兴，会有2种攻击，一种是这种定点打击，你在哪儿人家打哪儿；另外一种是散弹。觉得躲起来吃力呢，就抓紧输出把他打死。
这个家伙真抗打啊！太上仙人啊，不是太二仙人了，不是太二真人了。第5关天上界，这关让我想起了 FC 的《西游记2》天上界的魔神，那个游戏我也给大家录制过。所以说，人间界已经装不下这位上仙了。这个游戏的敌人出现的重复率还是挺高的，那能够塞满6章的这个长度也是很辛苦厂家了，是吧？但实际上，街机版和移植版不是一个厂家做的。这种陨石也能打我，哎呦我的天哪！这其实让我有点想起这个世事也面相了，这个表情太不严肃了，你知道吗？门不进了。刚刚已经1个门了，2个门之后往前走一段就是 BOSS 战。可能有很多小伙伴是止步于上一关，因为第4关开始，你感觉这个难度是在上升了。前面3关还好，这游戏如果能加入血量的话，难度会更亲民一点。拖慢，我需要利用到这个拖慢啊。这个货死不死啊？这样咱们就知道离 BOSS 不算太远，顶多还有一个服务器的商店。站位的话要站到屏幕的中间，因为上边、后方都是会出敌人啊。这就是第3种麻将，正面是白板，后面是熊猫。哦，又来了，果然又来了。清掉了，也不进了，这就离 BOSS 不远了。PCE 的版本人物是可以转过去的，是可以回头打人，但这个版本不行。所以说，论月光向后发射子弹，这一小段距离也对你是一个保护。看这几个柱子应该是 BOSS 了。BOSS 是一只原谅龙，趁出场多占便宜。这样我觉得大概1/3的血就打掉了。这个大点躲着，一会儿他还会3、4。大点躲，大点躲，不要总想着在中间这种细微的操作，因为 FC 的判定不是那么严格。有的时候你觉得能打到，他其实打不到；有的时候觉得打不到，他就打到你了。好的，干掉。9天仙人。最后一关咒界，大家注意，他发射子弹的时候，就是他需要张嘴，像是吐出来的，骂街式的打法是吧？从头骂到尾。刚才看见月亮，这会儿呢是银河系。啊，这个老虎终于会上天了，早就该上天。
棚上也有敌人了，看啊，你这样的话，就有一点像沙罗曼蛇系列，它这个棚上早就应该有敌人，到现在才有，这设定有一点晚了。好，它是发射5个的。刚刚那个老虎掉下来了是吧？头扎在地里了。咱们已经遇到了一个副武器的商店了，前面最多有2个。我这大太阳！哦，出现这种敌人，哇，这个敌人第6关才出现，有点晚了。早点来啊！这样前面我不会打那么多重复的敌人。这个设定呢，沙罗曼蛇也有，对吧？大家应该玩过，1代的时候我记得就有。就这敌人是凭空出现的，然后来撞你。宇宙飞船，是不是？是，应该是。这个有点扯了吧？又来这种，这里是比较容易挂的，因为它出现的地方呢，出现的瞬间就带有攻击判定，所以你躲的时候呢，尽量它出现1个了，你就在出现那个附近来。这么多太阳 ，BOSS 战了，这里应该是一个 BOSS rush， 会打好几个 BOSS， 长度不够 rush 来凑。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不大好。对，你长度呢，你可以怎么说呢？你硬拖出来的长度它就没有诚意，是吧？你可以在设计上，在关卡的设计上多点花样，是吧？因为你如果千篇一律的话，你时间再长也很容易厌烦。你要时不时的有点新花样、新招数，就会感觉很新鲜、刺激。好，第1个，金刚打肚子。哦，这顿输出很高啊，我觉得可能1半左右的血了。BOSS 都不是特别抗打。这回他连着发射了2波。我抗打，我才干掉。又是这条龙绿了之后生气了，变红了。出场对他进行一顿输出真的是划算。等进入他的节奏呢，咱们的输出的效率就会放缓。他这个子弹感觉变小了还是怎么？没有威胁。我大点躲着吧。哦，又会43。干掉。还有谁？好，可以了，获得了中华大仙的神格。那这样呢就通关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 FC 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《中华大仙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坑再见。